咸这个字有两种用法，一个是味道，放了盐就觉得咸。如果放多了盐，就说太咸了。另外一个用法是都全，在这个词里面会出现老少咸宜。这个成语一般书面语用的比较多，意思是无论老人还是孩子都适合，都可以。老少咸宜。比如说这项运动老少咸宜，老少咸宜。咸这个字在生活里面比较常用的词是这两个：不咸不淡的，咸吃萝卜淡操心。不咸不淡，不咸不淡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态度。比如刚认识了一个朋友，他可能性格比较内向，所以和你说话感觉他呀不咸不淡的。不咸不淡的，他说话不咸不淡的，他对我不咸不淡的。不咸不淡后面加一个的字，就表示一种形容啦，有肯定的意思。咸吃萝卜淡操心，这句话挺有意思的。咸吃萝卜淡操心。比如过年回家，有远房的亲戚问我，为什么还不结婚？为什么还不生孩子？我觉得很烦，不想回答，但我通常只是笑笑，什么都不说，比较有礼貌。但是我心里面会想，真的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咸吃萝卜淡操心，这个就是心里面可以说的话。皇帝不急太监急，这个说法和咸吃萝卜淡操心是一个意思。还有人表达的情绪更多一些，就说管好你自己，或者关你什么事儿。咸吃萝卜淡操心，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差不多的。关你什么事儿？咸吃萝卜淡操心。在网上有年轻人会形容女性可盐可甜，我知道是形容这个女生有时候很酷，有时候也很甜美。但我问过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是不是理解这个词，他们表示并不懂。可盐可甜，在同一个文化环境里面也可能互相理解不了，因为语言一直在更新。语言的魅力，我认为也在于此，它是活的，流动变化的。语言有新鲜感，我们有好奇心，交流才有意思呀，对吗？来，我们回到味道。我觉得味道呢没有反义词，就算有，也应该是和淡对应。比如刚才那两个词，不咸不淡，咸吃萝卜淡操心。现实生活中，咸和甜是对应的，因为在中国有些饮食习惯有时候就是咸甜之争，
而这种咸甜之争基本上是以南北方来划分的。南北方是以秦岭、淮河作为分界线。比如我们在网上争论过粽子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，豆腐脑是甜的还是咸的。我们去其他省份玩，如果吃到和家乡不同的做法或味道，有些人比较抵触，有些人会觉得有意思。意大利人看到我们把意大利面掰断，应该也是差不多的感觉。我煮之前会用水稍微泡一下，就不用掰断。但是我喜欢在意大利面里面放辣子鸡。哇，简直无语！比如我们看到很无奈的事儿，可以不说话，也可以说啊，简直无语，简直无语，意思是不做评价了，我什么都不想说，但心里面已经翻白眼了，简直无语，没有语言的意思。个人感受不同，表达也会不同。再给你说一些日常生活里面对食物的表达，除了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，还有其他的口感。比如武汉的早餐，咸香的味道是好吃的，但感觉大清早就吃，有点油吃麻花的。油吃麻花，也有人会说油了麻花的。油了麻花的，就是那种油乎乎的东西。油乎乎是更大众的一种说法。这种 ABB 的词组在中文里面有很多，比如白茫茫、笑嘻嘻、美滋滋。以后有机会再和你聊这个话题。油乎乎、油吃麻花、油了麻花，无论你说哪种，都知道是在表达这个东西的口感很油。食物有很多种味道，在中国的文化里，主要是这5种：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，人生5味全。好了，我说完了厨房，下一期我们说浴室。拜拜。